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首先看一下外围市场道指的表现啊。那道指呢，在昨天下跌了仅有0.1%啊，1%的下跌呢，我们看到行情依然处在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出现于1月20日啊，1月20日的上涨呢，同时也带动了比特币的一个进一步的上行动作。我们看到1月20日走出悟空阳线之后啊，走8阶阳线组合沙僧阳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1月26日至今行情道指这块依旧走出一个震荡的画面。那在这个震荡当中，我们用 K 线西游战法管它叫做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那沙僧阳线这个位置上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有1、2、3、4、5、6、7、8根 K 线呢处于这个位置。但是在震荡之后，我们知道悟空阳线走出来了，8阶阳线组走出来了，沙僧阳线组正在运行当中，就有机会发动突破，走出唐僧阳线。那么我们看到道指呢是一个反弹的趋势，并有可能在这个33700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突破啊，上穿阻力位，做出多头的动作。那么在美股上行趋势当中啊，上行震荡的趋势当中，我们回看比特币啊，就会看到比特币的上涨趋势没有结束，依然处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啊，只是最近的调整略多一些。首先呢，我们看到了1月11日，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然后走了一组日线级别上涨细游，依次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和位于$19500啊，这是去年6到10月份的一个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位。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做小日线级别调整，然后1月20日同步了美股出现了第二轮悟空阳线啊，日线级别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行情开始伴随美股出现了一个连续的震荡行情。在这个震荡行情当中，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当中4小时级别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上方呢出现了多次的等位置的波峰，但是没有做出最终的突破啊，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了一个调整动作啊，我们看到最大的调整幅度大概是在6%左右啊，昨天测量过了啊，大概是在6.74%。那6.74%的调整过后呢，我们认为行情依旧有机会能继续往上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置呢，它是一个近焦点位置的啊，正常来说也是一个调整的位置。调整之后呢，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下方有144均线、169均线，依次在$22,500和$28,24啊这两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支撑。那么目前最主要的支撑位呢，大概是在$23,000这个位置上啊。有了这个位置的支撑，行情就有可能做出回踩之后的向上发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日线级别目前在1月20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之后，行情一直处在一个8阶阳线的势力范围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出现更多的震荡。那再往上走呢，如果突破$24,000，可能会出现本轮行情日线级别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两轮日线级别上涨也就是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和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通过合并，可以看到形成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么目前为止呢，周线级别上涨，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和8阶阳线组上方就可能出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我们给出的周线级别目标位呢是在$27,500。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我们要重点关注，原因是目前我们看到了它的一个多头趋势，多头趋势的起点呢是在0.068这个点位上啊，我们看的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在这个点位上是存在支撑的，这个支撑位呢是从21年的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焦点然后在当前0.068这个位上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支撑，到达支撑位附近之后，行情开始反弹，这个以太坊的比特币的交易对开始反弹，并且呢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结束之后，我们认为行情有可能走周线级别的上涨，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所以呢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有可能走出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从而带动整个山寨币的市场，不仅仅是以太坊。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 ETH 对 USDT 的价格上，在这个交易对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一轮上涨过后，伴随了比特币1月20日的上涨，出现了一个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后面走的很复杂，但它是一个箱体结构。箱体结构是在日线级别的，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看到目前它形成了一个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形成了这个收敛三角形。主要的支撑位呢，在4小时级别144均线这个位置上构成了一个支撑。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认为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
形啊，在接近焦点之后发动了变化。变化的过程当中，以横带跌的通过了焦点这个黑洞位置，通过之后呢，就有可能做出一个更窄幅的一个收敛动作啊。不要看矩形啊，矩形这个结构只是震荡过程当中中间的一部分，最终呢，我认为它会形成一个这个三角形啊，这个更窄一些的时间跨度更长的这个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越接近焦点，我们看到啊，焦点位置大概是在目前的2月14日情人节前后。那么情人节前后呢，会有一个变盘啊。为什么说这个位置有变盘呢？因为2月15日美国要公布本月的 CPI 数据公布1月份的 CPI 数据啊，所以呢，如果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可能会出现回踩之后的上拉。所以呢，目前行情正处在震荡的一个趋势当中，对于以太坊来说，但是震荡的趋势只是在上行过程当中的阶段性调整，在调整过后呢，我认为它的上涨趋势没有结束的情况下，依然有可能到达我们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目标点位，大概是在周线级别的144均线的一个位置上也就是$2000左右。然后今天消息面上HIGH 我们看到了上线了币安的合约市场永续合约市场，开盘之后震荡比较大，但整体来说，我认为上线这个合约之后上线币安合约之后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好因为我们不仅仅可以在这里面做多了，也可以做空了，同时呢，更多的关注度会在这个交易对上被吸引过来。然后我们回看一下这个HIGH 的各时间级别的走势首先呢，我们看非常标准的日线级别。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1月29日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上涨，这个阳线呢，我们管它叫做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8节阳线，8节阳线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叫做妖怪 K 线，因为它干扰了我们对多头方向的一个判断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就有机会走出日线级别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这是我们的一个预期。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上，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的收敛三角形在这里边可以画出来。画出来之后，我们看到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形成了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是变盘的位置，做了一个假突破，然后回踩下来之后继续围绕这个收敛三角形做向前的运行。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面是结构套结构的里面第一轮冲高到$3.8、$3.9这个位置上一波回踩之后然后再度冲上来，再一轮回踩那这两个结构呢是一个平行结构。同时呢，在$3.8高点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平头哥这个位置不容易突破，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形成了一个窄的收敛结构之后再行突破，并出现了一个高点$4.65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支撑位上移到了$3.8附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一个阶梯性的上涨阶梯性的上涨过程。那么在这个收敛结构完成之后，我认为不断会推出新高，最终呢走出日线到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我们给的目标位大概是在这轮行情给的目标位大概是在$10左右。然后最近有些朋友对这个 APT 就是感觉有点苦恼原因是他做了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没有做完的情况下，在1月25日这根大阳线之后已经连续调整多日3、6、9、10大概是14、15个交易日。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之前的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怎么走的呢？是一个悟空阳线、8节阳线组合沙僧阳线。沙僧阳线走的这么急，然后它开始震荡调整。震荡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它的4小时级别线4小时级别线可以看到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主要支撑位是在$13.8这个位置上。$13.8呢是4小时级别144均线构成的一个支撑位在这个支撑位范围之内不跌破的情况下，行情有可能以它为支撑做焦点后的一个反弹动作，最终呢有可能完成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唐僧阳线。那么我们通过合并 K 线把它搞到周线级别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走出来了，8节阳线走出来了，沙僧阳线正在我们当前所处的一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沙僧阳线代表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在沙僧阳线的这个势力范围内更多的多头需要坚守一些方向，同时呢，设置止损，把握趋势的情况下，把仓位打散，最终呢，容易获得这个趋势上的获利。对于本轮行情的多头先发对象 Gala 来说我们看到1月6日它就提前于比特币4个交易日5个交易日发动了上行动作所以呢，它是本轮行情的领涨币种。
领涨品种出现之后，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它从1月14日一直调整至今，虽然它是一个向上的震荡上行动作，但是很多人对它表示怀疑。但是我们把这里区分开来，首先是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唐僧阳线完成之后啊，它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没有形成一个标志性的新的上涨趋势，上涨了一个日线级别的阳线，但是我认为它的调整很快就会结束。同时我们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啊，周线级别上走出悟空阳线之后走八节阳线组，目前在八节阳线组的势力范围，那这种情况下周线级别上就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走出周线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啊，目标点位大概是在$0.1附近。所以呢，对于旮旯来说啊，它的一个龙头啊是在历史上在1月6日出现的啊，因此呢，我认为它在后面会有一个好的表现啊，它的多头趋势没有被破坏啊，依然是一个多头趋势，只是最近它做了一个震荡调整，在震荡调整过程当中啊，逐渐形成它的收敛结构，然后再做突破，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4小时级别线上，我们可以看到144均线始终是处在一个上行的，目前 K 线和均线已经高度粘合，在这里发生缠绕之后，还是容易继续走一个上涨的趋势。值得关注的一个代币，我认为是 SOL 啊，因为这轮行情 SOL 表现还算不错啊，但伴随旮旯做出了一个调整。我们知道在12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威神喊单了 SOL 啊，所以呢 SOL 这个在技术层面是没有问题的。本轮反弹230%的涨幅，也让很多就是听我建议的朋友得到了获利，但在这个位置上 SOL 并没有同步很多急涨山寨一样啊。这些急涨山寨呢出现了啊，在 K 线上对144均线和169均线进行了完整的突破。SOL 这个位置没有做出表现，但是我认为啊，它之前完成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调整过后啊，它的表现会很快发生，因为在高位上我们可以画出当前时间点，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这个收敛三角形已经到达近焦点的这个变盘的这个位置，所以呢，我认为提前埋伏啊，提前去做，并且设立止损啊，容易在这个SOL下一轮的第二轮的行情当中获利啊，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代币都出现了一个第二轮的上涨啊，很多急涨币种出现了一个第二轮的上涨，但 SOL 对于这种主流币啊没有出现，因此呢，我认为它会有机会做出表现。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啊！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吸油战法。感谢大家，再见。